基本上在窃盗罪的着手时点跟321条加重窃盗罪，其实着手时间点的判定是类似的，是类似的。因为实务上会认为321条所规定的那6款加重要件，它只是一个加重事由。实务采取所谓的加重构成要件说，就是6款要件只是加重事由，它不会去影响窃盗行为这个窃取行为本身着手时间点的判定。好，所以6款要件仅为加重事由，仅属加重事由。然后呢，不影响窃取行为着手时间点判定。这个概念很重要之后在320、321在讨论的时候，窃盗罪的着手时间点也是一个很重要的考点，而且几乎每年都会考。为什么？因为初一老师很常会让这个行为人偷不到东西，但是你偷不到东西就未计税、非计税，那你偷不到东西，你就要看有没有着手嘛。好，那在着手时间点的认定，这2罪我们刚刚讲着手时间点认定几乎是一样，学说跟实务有不同的见解。早期实务采取所谓刑事客观说。刑事客观说的意思就是，行为人刑事上必须要从事构成要件行为，他才算什么？他才算着手。所以早期的实务会认为什么？行为人必须真的要偷到东西才算着手，因为窃取行为就是破坏他人对于财物的持有支配关系，你要真的要等到破坏的那个时间点才算是。可是近期实务会觉得，早期的见解太晚了吧？保护这个窃盗罪的这个个人财产法益其实有点过晚，因为很多时候，如果你把这个着手实行犯罪行为等同于这个构成要件行为的话，那你未遂犯的处罚时间点会非常窄。因为你想想看，我假去偷移的东西，我要等到偷东西的那一刻我才能够算是着手的话，那我把东西放到我口袋里，那我不就既遂了吗？那这个不到2秒钟的时间，请问未遂犯处罚时间也非常短，这样对于法益的保护会有利吗？其实会有问题，会有问题。所以近期的实务开始采所谓的实质客观说。好，这个决议请记一下。82年第2次刑庭决议。还有92年台上字5279号判决。这2个判决蛮重要的，他在思考什么？什么样的情况叫做窃盗罪的着手？就是请大家写2个概念，就是物色财物、之计，就是你要开始四处搜寻，搜寻。你可以试想，甲跑到 A 家，他想要偷他们家的盘龙花瓶，所以呢，他就开始找盘龙花瓶在哪。实务就说，不要等到你找到把花瓶抱起来要抱走那一瞬间，我才会说你已经窃盗罪着手，不是加重窃盗着手，不是，是
当你在门口东张西望，那个时候我就要处罚了。你要偷的是这个盘龙花瓶，对不对？对。那你现在是不是在找盘龙花瓶？是。好，那这个时候着手。那这个见解其实会被学说批评，他又说什么太早了。所以学说基本上是采什么？还是走实质客观说，或者是什么主客观混合说。可是学说在讲的实质客观说，它必须要对于法益造成什么直接危险。什么样的行为会对法益造成直接危险？必须要等到什么？必须要等到行为人他真的去接近。因为你单纯的物色财物啊，你可能只是头这样晃来晃去，你在搜寻的过程，物色财物四处搜寻，这个时候如果就已经变成了这个着手时间点会太早，所以实务跟学说在讲的实质客观说其实有差。实务假如说这是 T0， 这是 T1， 这是 T2。T0 是例如说甲刚进 A 宅，他在四处搜寻财物，这个时候这是实务讲的。可是学说在讲的这个实质客观说比较接近什么？就是你必须要确实看到财物，还要干嘛？因为你还要为一定的行为，你光看那个财物本身根本没有为任何跟构成要件行为有密切关联性的行为。跟构成要件密切关联性的行为是什么？例如说什么？你可能就是拿起，或者是抱起，或者什么财物，就是你开始有碰触到财物的这个时间点，你一碰触到，基本上我就会说，这个时候已经进入着手。那 T2 这个时间点呢，其实就是计税嘛，就是财物呢已经顺利的被带走。所以实务跟学说虽然都是从比较实质层面去讨论，可是这一个物色财物或者四处搜寻之际，虽然实务只是倾向采取这个实质客观说，可是还是会被批评，因为太早了，它的时间点在这边有点太早。因为你在物色财物之际，其实跟这个法益会不会造成直接侵害，其实有一段小小的距离。所以 T0 跟 T1 有这样的差异。那另外一种学说，它是从这个类型化去思考，它会去区分什么？刚刚我讲的那个是比较主流学说，然后现在讲的其实也不是说不主流，只是它是从不同的角度去思考。它是从所谓的商品的大小去思考它的计位税。如果是什么？因为我们在窃盗罪里面，它的行为是窃取行为，而窃取行为它等于什么？破坏原持有，建立新持有，加上建立新持有。如果你已经建立了新持有，这个叫计税。所以意思是什么？当你还没有建立对于他人财物的一个持有支配关系的时候，之前你是破坏他人的持有，而你这个破坏会依照你的商品的大小程度而去论它到底是计税或是未税。如果商品是小，例如说便利携带，例如说你到那个光南你去偷什么 CD 啊，你有带包包什么，你想要偷 CD 或什么，这些便利携带，基本上当你破坏原持有的时候，就是你把那个CD 或者什么拿到你手上的时候，这个时候就是未税，但是如果是大，例如说你想要去偷什么之前很红的什么丰岛榉木，你想要偷那个很重的那种榉木，你要把它搬到卡车上，那这个